现在看到的是我本周日3月16日第3次探源源头渚欣赏到的樱花节文艺表演。16号也是我预估的早樱最佳欣赏时间段的倒数第3天，一起来看看园内的樱花花况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从2023年开始，我连续2年为10万网友带来家乡源头渚樱花季的实时花况进展。视频结尾为大家附上我整理的全网最全赏樱攻略文字版，并在上一版基础上继续更新。攻略包含早中晚樱花期预测、游玩景点路线推荐、自驾出行停车场选择、出游交通工具及价格、陆路水上及空中赏樱专线开通详情。心急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拖到结尾自行截图保存，详述的友友可以直接看图文帖。其中花期预测我将在每期探源视频进一步调整更新，绝对不会让各位花友错过最好的赏花时间段。在此先插播一条夜樱官方通知，今年的夜樱开放时间将在3月20号到3月31号下午5点到9点，票价91人，学生等优惠价45元。5点后园林卡、景区年卡不可用。关于夜樱稍后展开详细说。早樱再过一小段时间即将落幕，和我之前的赏花预测时间段几乎完全重叠。最后一条小贴士，视频画面均是当天拍摄的新鲜出炉的樱花景色，当需要引用我往年拍摄的画面时，会在视频右上角明确标注拍摄时间。下面正式开始本期源头渚探源分享。今天是3月16日周日下午1点半，我自驾去源头渚。地图显示，不管从哪个方向入园的道路都堵上了。在这里提供一个非常棒的自驾停车场选择，这在之前的攻略里都没有提及。直接停到宝界公园，然后步行走到源头渚的大牌坊，只要约600米。当然，在去这里的路上，你会先经过山门口停车场。如果停在山门口，怎么入园，请参考我结尾的入园攻略。自我3月8号上次探源之后的1周，无锡大降温，外加阴雨绵绵，基本每天都只有3到10度，低温对樱花比较友好，可以稍微延长花期，但下雨又对冲了这一好处，所以早樱的最佳欣赏期仍然和我预期的一样，仅7、8天时间。昨天又下了一整天雨，今天下午终于出太阳了，于是我立刻出发来了景区。经过这个大牌坊，有很多人在这里提供小毛驴载客服务，我问了一下，10元1人，2人可以适当优惠。我选择继续步行到景区冲山大门，一路上寒风瑟瑟，看湖面的浪花就知道了，后悔没穿羽绒服。下午2点的双虹桥车流量很大，但都在缓慢前行，没有完全堵住，意味着景区停车场仍然有少量空位，但到月底恐怕游客是今天的10倍。自驾出行请务必赶早，水面上的快艇一艘都没有看到，可见还远远没有到源头渚最热门的时间段。现在大门口比起前2次来热闹了太多，我们来看看实时在园人数是多少。19023人。先别着急入园，我们来看看检票口右边这颗染井吉野樱，是我每年用来判断园内整体樱花情况的独家小秘诀。这颗樱花的开花情况是和园内赏樱楼、樱花谷、长春桥保持神同步的，这个小妙招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随着我每年大力推广，目前被越来越多的花友所熟知，下次来玩一看便知有没有来对时间段。现在我们看到还没有开花，只是花苞比上次来明显膨大了些，所以还没来的小伙伴不要着急，我预计最佳欣赏时间段要到3月23号到4月1号。进门右手边2颗粉色的早樱，此时能看到些许绿色，它们开始长叶了。细看一下，已经完全开放，多数花瓣仍在枝头，而最先开花也最早飘落的少数樱花，此时已经开始长绿绿的小嫩芽，仍然有少数花苞还没有打开。随着它们的绽放，这2天会是欣赏早樱的最后时间段。我预计从19号开始的3、5天，早樱将快速飘落，留下红红的花托，并进一步发芽展叶。我们接着往里走，水景院沿岸的这些早樱也已经开始飘落。这是我3月8号来的时候，它们正好完全盛开。这几颗早樱属于早樱里最先开的，所以时隔1周，现在也差不多凋谢了。对于一棵樱花树来说，最漂亮的欣赏时间严格意义上只有3、4天。如果适当放宽条件，把少量花苞绽放到部分花朵开始飘落纳入进来，那么约有1周时间，欣赏时间段是非常短暂的。路过冲山影秀，这里的道路两旁摆起了樱花市集，黑天鹅池边的樱花树林引得好多游人拍照留念。道路右侧的大草坪也摆起了各式各样的娱乐项目。对了，我们此刻穿过的这片绣球灌木丛
以及道路左边这片刚发芽的鸢尾丛，将是每年源头主盛夏时候的绝对 C 位。给大家看看我去年5月拍到的绝美画面。通往益秀桥的道路游人熙熙攘攘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高大粗壮的枝条，其实都是染井吉野，再过1周就将迎来他们的主场。此时的赏樱楼是这样的，给大家细看一下中樱此刻的花苞。也正是在这里，我们偶遇了一场赏心悦目的表演。到3月下旬，赏樱楼将是夜樱的主要欣赏景点之一。楼的两岸和对岸的山坳将开满白色的樱花，搭配楼体的灯光秀，夜樱将会非常值得期待。关于大家最关心的夜樱游园门票和时间，送给大家一个我的时间安排小建议：你可以在下午3、4点入园，从冲山大门一路随着客流慢慢往里逛，保证你在5点前到长春桥，并在此等待天黑亮灯。不要出这片区域，因为长春桥这个区域从5点开始，只有凭夜樱门票才能进入。每年的夜樱开放期，景区都会在太湖夹绝处的排放门口，也就是通往长春桥的入口，设立夜樱检票口，请大家合理安排游玩时间。看到长春桥的夜樱后，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区域，慢慢探索园内其他夜樱景点，例如赏樱楼、樱花谷、冲山影秀等。如果你无所谓看不看长春桥，那么只要在5点前进入景区，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慢慢游览景区的各个夜樱景点。好了，鉴于我们看到了赏樱楼的樱花情况，那么最热门景点长春桥的染井吉野花苞状态和这里是一模一样的，我等会儿就不走过去了。我们接着去樱花谷看看园内早樱最多的地方。樱花谷的大门口此刻已经如此热闹，简直不敢想象到月底这里会有多少人。入门左手边这一片早樱林此时已经完全盛放，超级多的摄影师在这里为游客提供拍照体验服务，数量比往年多了。河边的樱花也有少量嫩叶发芽，部分花瓣飘落在地上，多日的雨天让樱花树下有些泥泞。总的来说，粉色早樱即将进入收尾阶段，要看早樱的小伙伴抓紧时间。早樱盛花期在3月11号到18号，18到23号早樱飘落，少量中樱开放。预计中樱将在3月23号到4月1号达到盛花期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景区的夜樱官方通知时间是3月20号到31号，夜樱就是中樱染井吉野的夜间打灯欣赏，因此官方的这个通知同时也就是对中樱的盛开时间预测。我个人的预估要稍微晚2天，请大家还是以官方预估为准。今年中樱的开放时间还真不好说会不会提前。给大家看看我院子里的这棵染井吉野樱，前2天还是黑压压的树枝，今天看到花苞居然已经透出一点点粉色了，所以后续我会持续跟进源头主花况进展的。4月2号预计将迎来中樱飘落，晚樱登场。晚樱在清明节期间至4月中旬开放，景区晚樱的总体数量较少。接下来是我整理的2025源头主最全赏樱攻略，大家可以全屏后截图，这样看得更清楚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本稿全文3000余字，就是今天源头主探远后连夜写的。如果大家觉得有用，点赞收藏，助力 UP 更新。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，点小心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